妈是白虎，我爸也是白虎，可我却是只小黑虎。我爸气疯了，把我妈吊起来抽了3天3夜，他又把隔壁的黑猩猩打了7天7夜，可还是查不出我的血脉。我爸一气之下离开了家，丢下我妈还有一个虎弟。只不过在我看来，这个虎弟有点蠢。我刚满月那天，虎妈出去猎食，留下我和虎弟2个幼崽在洞里玩耍。贪玩的虎弟摸索着爬出了洞穴，没想到一头成年熊瞎子正好经过，都是猎食者，他自然不会放过对手的幼崽。熊瞎子嘶吼着朝虎弟冲了过来，虎弟直接被吓傻了，待在原地一动不动。危急关头，是我冲出去把虎弟拖进了洞里，最后虎妈及时赶回来，我俩才捡回一条命。如果不是我外表是虎，灵魂却是人，或许早就在这危机四伏的森林里死了。这让我迫切的想拥有自保之力。到了饭点，虎妈躺在我们面前，敞开肚皮。一开始我很抗拒，但当温热的母乳流进嘴里，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我感觉自己又醒了。所以在干饭这件事上，我比身后那个调皮的虎弟积极多了。经过几个月的成长，我发现自己跟别的老虎不太一样。首先是胃口特别大，总有一种永远吃不饱的感觉。其次是体型，比一起出生的虎弟长得快多了。5个月时我就有40公斤，虎弟才20多公斤。这时我们也开始接触肉食了。我第一次吃带血腥味的野猪肉食，一股更庞大的暖流在肚子里出现，然后涌遍全身，好像吃肉能增长我的实力。1个月后，我们半岁了，虎妈开始教我们捕猎技巧。突然，虎妈目光冷冽，好像发现了猎物。前方出现一群正在吃草的梅花鹿，每隔几分钟就有鹿抬头观察四周。我静静趴着，一边盯着虎妈，一边学习经验。我们母子3虎在下风向，梅花鹿闻不到气味。虎妈回头示意我和虎弟待在原地，她借助地形匍匐着向鹿群靠近。几分钟就摸到鹿群不到100米的地方。趁鹿群放松警惕的瞬间，虎妈如一道闪电，强大的爆发力追上去，一掌把公鹿拍倒。虎口迅速找准位置，一击毙命。整个狩猎过程不到30秒，虎妈把公鹿拖到我们面前，舔了舔嘴角的血，就后退2步趴下。这是让我和虎弟先吃。虎弟不习惯血腥味，还想低声找奶吃，被虎妈严肃的一掌拍开。虎弟呜咽着走开，满脸委屈，而我早就大快朵颐的吃起来了。吃完了自己的那份，还是觉得饿。我壮着胆子往剩下的肉走去，虎妈只是低沉的吼了一声，就转过头去。得到默许，我把公鹿的下半身全吃光了，同时一股更庞大的暖流从腹部升起。我不知道这股暖流是什么，但每次流过全身，我就浑身是劲。接下来几天，虎妈在洞前空地上跟我们打闹，通过这种方式训练我们的狩猎和防身技巧。日子就这么悠闲又严肃的过着，直到有一天，我们母子3虎狩猎回来，听到一阵浑厚又恐怖的虎啸在林间传开，那是一头陌生的雄虎。虎妈立刻紧张起来，跳上高处观望，同时探查四周的情况，而虎弟还停在原地，吓得浑身发抖。自从陌生雄虎出现，我一夜没睡好，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巨大威胁。虎妈为了我们的安全，开始巡视周围几百公里的领地，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一连几天，虎妈都不让我们跟着出去。几天的巡视，没再发现陌生雄虎的踪迹，虎妈这才放下心，又带我们出去狩猎。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狩猎途中遇到一头体重超过300公斤的公熊，只不过它已经被吃的只剩头颅和骨架，尸体旁边有清晰的巨大虎掌印纸，这印证了那头陌生雄虎的实力。虎妈紧张地上前查看，就算她要杀这头大公熊，也得付出重伤的代价。可四周却没有那头陌生虎受伤的痕迹，我心里一凉，要是我们母子遇上它，肯定活不下来。为了安全，虎妈只好带着我们走向一片陌生的山林。或许是迫于那头雄虎的压力，虎妈催着我们不停赶路，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一声响亮的虎啸在林间响起，虎妈不敢耽搁，心里压着一股巨大的压力。她知道有东西追上来了，很可能就是那头没露面的雄虎。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拉开距离。就这样，我们狂奔了2个小时，刚冲出一片茂密的草丛，到了开阔地。虎妈最先反应过来，猛地跃出2、3米，挡在我们身前，同时发出凶悍至极的虎啸。只见前方2、300米处一头威武、体型巨大的雄虎，早已等在那里。看体型和毛色，它刚成年不久，正值巅峰，体重保守超过270公斤。虎妈虽然比一般雌虎大，但在这种体型的雄虎面前，根本保不住2只幼虎，它必须做点什么。虎妈试探的低吼，看能不能吓跑对方。可对面的雄虎不但不退，反而从容不迫地朝虎妈走来。它似乎想先跟虎妈交流，一雌一雄，2头成年虎就这么对峙着，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我躲在草丛里，时刻关注局势，想着怎么破局。下一秒，雄虎猛地朝虎妈扑了过去，虎妈毫无畏惧，迎头而上，厮杀了片刻，虎妈就被雄虎抓住击毁。庞大的爆发力让他瞬间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只要他再动一下，雄虎锋利的虎牙就会咬断他的脖子。就在我准备带着虎弟做最后的逃亡时，不远处的林中忽然传来一声充满怒火的虎啸，那是另一头雄虎的叫声，但在虎妈听来，此刻却无比珍贵。随着一阵疾驰声，一只体型惊人的东北虎出现了，它浑身弥漫着凶威，比打倒虎妈那只更强壮、更霸道，浑身涌现出难以抑制的杀意。是虎爸！虎爸愤怒极了，面对伤害妻儿的凶手，这怎么能忍？下一刻，虎爸双目微眯，庞大的身躯猛地发力，如一道闪电朝那头陌生雄虎扑去。看着2头猛兽搏命厮杀，我才体会到成年雄虎的可怕。你来我往，双方互有损伤，但虎爸靠着体重和经验，渐渐占了上风。陌生雄虎的一只眼睛被虎爸抓瞎了。就在双方即将再次厮杀时，那头瞎眼虎瞬间转身，猛地朝我和虎妈这边扑来，一爪子把我拍开，然后夺路而逃。我感觉全身都快裂开了，谁都没想到他会逃跑。另一边，虎爸迈着沉重的步伐跑过来，看了我一眼，眼里闪过一丝柔情和自责。如果他能直接杀了那家伙，他的孩子就不会遭罪了。这场战斗也让虎爸受了些伤，好在补充养几天就好。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醒来，只觉得浑身
身被一股暖流包裹，伤势在快速恢复着。可相比之下，虎妈的情况更严重。对动物来说，重伤似乎只能听天由命。虎妈也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我试着调动体内的神秘能量给她，却发现根本控制不了。抬头看了看四周的森林，我忽然想到一个办法，或许能找到治疗内伤的中草药人。能用的大部分药，动物其实也能用。现在正值初夏，雨水充足，很多中草药都在发芽生长。要是能找到上了年份的野山参就好了。虎爸这片领地动植物还算丰富，没一会儿就找到了2颗小人参。虎妈吃了人参，伤势果然好转了。于是虎爸开始带我和虎弟出去猎食，锻炼了半个月，我不仅更强壮结实，速度和嗅觉也提升了，甚至能闻到30公里内的所有气味。终于，我开始了第一次独自捕猎。按照虎爸教的经验，我挑了个最佳的狩猎地，在离洞穴10公里外找了个略微凸起的小山坡，这里视野开阔，杂草又高又密，不容易被发现。我趴在草丛里等着，一波又一波的小动物在小溪边来了又走，最后来了一群野猪，我就下定了决心。野猪繁殖能力强，除了成年野猪，其他的我能应付。这群野猪里有3只成年野猪，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引开，趁野猪群放松警惕。喝水时，我从草丛一跃而出，几头成年野猪反应最快，带着小猪仔开始跑。我早就预判了它们逃跑的路线，身体跃出草丛，直扑四散的小猪仔。它还想急转弯耍花招，但看过动物世界的我怎么会被骗？在它转弯的瞬间，我顺势一口咬下，正好对上撞来的猪仔，血腥味瞬间在嘴里蔓延，把死掉的猎物甩一边。我又去追其他的，几个来回收获不小。在扑杀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全身肌肉和骨骼的变化，不仅变强韧了，速度也提升了，反应比别的动物快了好几倍。这些变化很可能就来自体内的神秘能量，要是能一直用这能量强化自己，等真正长大，力量和速度简直不敢想。就在我叼着猪仔回去的路上，前面草丛突然传来陌生的气味，数量还不少，紧接着窜出来几只灰狼，领头的狼王比我小一点，但数量多，还带着些狼崽子。灰狼为啥举家搬迁到老虎领地？我有点疑惑，但并不害怕。领头的灰狼王率先对着天空嚎叫示警，我不想理他们，但这是虎爸的领地，他们拖家带口闯进来，作为小主人，我有义务帮父亲教训这些入侵者。当即一道浑厚的虎啸朝狼群咆哮而去，头狼本能的有点怕，但看我还未成年，又盯着我嘴里的猎物，一瞬间就把恐惧丢了，露出犬牙，一副要拼命的架势。我也不惯着他们，把2只猎物放地上，一只虎爪按住，然后在狼群恶狠狠的目光中开始撕咬吞咽。2只小猪仔，我几口就能吃完，但我就要当着他们面慢慢撕咬，挑衅意味直接拉满。头狼明显慌了，如果不做点什么，手下可能要有异心。他发出命令，其他灰狼也不再迟疑，几头母狼护着幼崽躲在远处，其余的狼散开，把我围在中间。一场虎狼大战一触即发，虎目一凝，朝着头狼就冲了过去。狼群没想到我会先动手，等他们反应过来，头狼已经被我一掌拍飞了。后面的狼追上来，围着我后半身撕咬，身上多了几道伤口，瞬间激发了我的兽性本能，逮着一头攻击我的灰狼，朝着他脖子狠狠咬了下去，咔嚓一声，直接咬断了他的脖子。我感觉体内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伤害瞬间提升了1个量级。狼群害怕了，从没见过这么凶猛的虎崽子，当即四散而逃。我回到洞穴，把嘴里的灰狼尸体丢在地上，朝着虎爸虎妈发出吼吼的笑声，把遭遇讲给他们听。虎爸一听，直接一个跳跃就窜了出去。作为领地的主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被欺负。看着虎爸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暖暖的。虎弟怎么也想不明白，同样是幼虎，为啥你就这么优秀？大约1个多小时后，虎爸回来了，带回来几头狼王的尸体。眼下有虎爸在，我们衣食无忧。但这样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东北虎是孤独的猎手，也是顶端的王者，就算是养育我们的母亲，也会在我们成年时毫不犹豫地将我们驱逐。傍晚，虎爸虎妈渐渐入睡，我悄悄从洞里走了出来。下一刻，小虎弟也跟了过来。走着走着，到了一处空旷的草丛，突然传来一阵古怪的叫声，前方正有一只靴子在抓雪兔。按理说老虎的领地不该有倔气灰狼这种猎食者，但几天之内接连遇见，难道森林里发生了什么变故？或许是时候提醒虎爸巡视一下领地了。回到洞穴，虎爸嗅了嗅我带回来的尖浅毛发，顿时大怒，一扫之前的慵懒，变得霸气十足，有些迫不及待的就去巡视领地了。我思索片刻，跟了上去。已经有些累的小虎弟也强撑着身体跟来。虎爸的领地很大，没个10天半月巡视不完。看着虎爸迈着悠闲步伐，从容不迫地走在丛林里，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王者气概。虎爸用尿液呲在粗大的树干上，标记领地，同时警告入侵者，这是有主人的。就这样沿着领地边缘走到下午，虎爸也有些累了，刚找了阴凉地方趴下休息。前方突然传来一声有力的吼叫，虎爸目光深邃地注视着前方，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站了起来。下一刻，一只体型中等、花斑皮毛的豹子出现，6只虎眼凝视着一只花豹。对面的花豹明显慌了，转身朝后面发出短促的警报，气氛异常紧张。花豹通常是群居的，不多时又来了5只，他们似乎以为数量多到可以让虎爸害怕，但他们低估了虎爸维护领地的决心。他们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永远不要试图挑衅一个带娃的父亲，哪怕是为了在孩子面前的形象，虎爸也绝不会退缩。一声虎啸，直奔对面的5只花豹而去。虎爸没有第一时间攻击，因为我和虎弟是他的软肋。对面的花豹似乎也看出了这点，原本低迷的气势又涨了些。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初生牛犊不怕虎。虎爸没主动出击，让花豹误以为老虎没那么厉害。我也看清楚了，虎爸1打5都没问题，迟迟不动手就是在担心我们。我当即仰天发出一声虎啸，神色肃穆，把虎弟护在身边。这变化把对面的5头花豹吓了一跳，他们没想到这幼崽也这么凶。虎爸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下一刻身体如风一般朝5头花豹扑去。虎爸不管不顾，逮着离自己最近的花豹就撕咬起来。一进入战斗状态，那股压迫
迫感连我都觉得心惊胆战。5只花豹更是大惊失色，仅仅一个照面虎霸就拍飞了一只，咬伤了另一只的后腿，另外几只吓得不敢多待，嘶吼着逃跑了。虎霸迟疑了一下，没有追上去，走过来蹭了蹭我的毛，又舔了舔虎弟的额头。看得出来，虎霸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毕竟虎父无犬子，我刚才的表现让他很欣慰。接着虎霸叼着花豹的尸体朝领地边缘狂奔而去，在上面标记上自己的尿液，这是给入侵者最有效的威慑。过了10几分钟，虎霸迈着健硕的步伐回来，嘴里还多了几只被咬断脖子的猎物，该享用战利品了。虎霸挑了一头肥的开始吃，我带着虎弟挑了只小点的驼鹿。落日的余晖下，父子3虎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似乎预示着一个强大而年轻的东北虎家族正在崛起。今天与5只年轻花豹的遭遇，让我更懂强者为王、弱肉强食的法则。现在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全靠虎霸庇护。但总有一天要离开，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又过了一夜，虎霸带着我们继续巡视领地。这一路走来，边界线被破坏的不算太严重，但粗略一数，领地边缘被入侵的迹象也有20多处。这个数字让我有些担忧，一定是临近领地出了什么状况，才让那些生物不得不迁徙。再往前走就是虎霸洞穴的方向。出来几天，我竟有种游子盼归家的感觉。回到虎穴，虎霸叼着路上抓的梅花鹿，走到虎妈面前，放下有些讨好的意味。我也明白，虎霸确认了领地安全，虎妈也要带我们离开，回我们自己的家。但离开虎霸，光靠虎妈养活我和虎弟，恐怕吃饱都是问题。是时候独自去磨练狩猎技巧了。前世作为钓鱼爱好者，我深知打窝子的重要性。这片领地最多的是野猪，对付这种肉多、数量多还不太聪明的家伙，打窝子最简单有效。我刨了20-30斤根茎食物堆在一处，然后趴在丛林里静静等着。前世为人，今生为虎，懂得用智慧，这才是一只让人畏惧的东北虎。不多时，一群野猪在公猪带领下，畏畏缩缩地朝着诱饵走来。他们也没客气，吭哧地吃了起来。我锁定一个目标，匍匐着快速接近，距离足够近时，猛地从埋伏地窜出。没理成年野猪死追着一只5-60斤重的。这头野猪知道自己跑不过，开始用假动作。第一次虚晃一枪，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差点失去平衡。等我调整好，重新加速，他已经逃出一段距离。按东北虎的习惯，这种猎物就该放弃，但我有神秘能量支撑，不在乎体能消耗，嗷的一声加速，又追了上去。追出去几公里才把这头野猪拿下。回到虎穴时，虎爸虎妈他们已经睡着了。第2天，虎妈带着我们离开了。虎爸趴在洞穴里没有出来送，对他来说这只是漫长虎生中的一个小片段吧。可刚踏入虎妈的领地就出了变故，地上有一排凌乱的同类足迹，是一头雌虎带着3只幼崽。虎妈漫步在山林间，嘴里发出阵阵咆哮，杀气腾腾，眼睛里容不下别的，只想找到入侵者。虽然同为带娃的雌虎，虎妈可没有怜悯之心。在距离洞穴10几公里处，又发现了那只雌虎留下的足迹，还有一头成年公鹿的尸体。虎妈心里恼怒极了，这就像陌生人闯进你家，不仅随意糟蹋，还留下一堆发臭的垃圾。她一边走一边愤怒地吼叫，像个骂街的中年妇女。天色渐黑，虎妈不再叫了，找了个地势高的位置，静静观察四周。她竖起耳朵听，突然目光一凝，朝着一个方向走去。忽然我好像听见一阵细微的虎啸，前方200-300米的山林下，一只略显瘦弱的雌虎正盯着我们。2只雌虎的目光瞬间对视在一起，虎妈发出阵阵虎啸，对面的雌虎也不甘示弱。2虎相遇，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开干，就像2只普通家猫打架，互相挥舞爪子朝对方挠去，又互相撕咬着在地面翻滚。场面虽没有雄虎那么气势磅礴，但同样血腥残酷。不一会，2只雌虎都受了伤，入侵者明显落了下风。跟虎妈的体格比起来，她差了一大截，就算尽力搏杀也没能挽回败局。虎妈一爪子把她拍倒在地，虎口狠狠咬了上去。眼看母亲落败，藏在后面的3只幼崽忍不住跑了出来，他们涌到母亲身边，发出稚嫩的虎啸，尽力让自己显得狰狞些，希望这样能吓住虎妈。或许是被幼崽的行为震撼了，占了上风的虎妈没有继续进攻，万物皆有情，更何况同为母亲呢？过了一会，躺在地上的雌虎恢复了些力气，努力用爪子支撑身体站起来。虎妈以为他还不死心，眼神又变得凌厉起来，准备再次进攻。可入侵者似乎知道反抗的下场，在虎妈的注视下，竟然趴了下去。虎妈的神色松懈下来，既然对方放下了王者的尊严，他不会对他和他的孩子下死手，但驱逐出自己的领地那是一定的。虎妈亲眼看着对方离开领地，才放松下来。今天这一幕让虎妈心里警惕不已。这只入侵领地的雌虎，要不是在战斗中被夺去了领地，就是雄虎出了意外，光靠他一个很难独自养大3只幼崽。就算虎妈手下留情，他们也撑不了几天了。接下来我每天除了陪虎妈巡视领地，就是等母亲带回吃的。只要顺利熬过今年冬天，等来年我就能算得上真正的老虎了。每当夜晚，我就会出去偷偷锻炼身体，学着前世夜跑晨跑的计划，还多攀爬树木锻炼4肢的肌肉和爆发力。途中遇到野山参，也会毫不客气的来上一颗。当然，我锻炼时也经常拉着虎弟一起。而就在这时，虎妈领地边缘，一个强壮的虎影缓缓踏步而来。是虎爸，他越过了自己的领地来探望我和虎弟来了。就在虎爸蹭我毛发表示亲昵时，我惊讶地发现他的胸肋处有一道爪痕留下的疤痕，这应该是另一头雄虎留下的。后来虎爸说出了原委，跟他领地相邻的那只地主虎被另一只成年雄虎杀了，还占据了领地，所以之前才会有那么多生物仓皇逃窜。我猜之前那只入侵的雌虎可能就是失去了雄虎和领地，才来虎妈这找食物。虎爸似乎已经跟那个新来的打了一架，现在商议好就急忙赶来，明显是担心那家伙来找我们麻烦。毕竟虎妈再厉害也打不过一头雄虎。爸带着我们在虎妈的领地里巡视，他叮嘱了虎妈很多，比如他不在时，如果遇上那头新来的，要及时逃跑，来到虎妈领地边缘。虎爸沿着边缘巡查了一番，没见那个强劲的对手，但翻过一个斜坡后，很快就发现了异常，一头近乎腐烂的东北虎幼崽尸体，似乎是之前入侵的那只雌虎的幼崽。强大如东北虎，也有弱小无助的时候，一只幼崽死了，那只雌虎和他剩下的幼崽也凶多吉少。虎爸忍着臭味，在
附近搜寻下一刻，一道同样雄壮的身影在对面2公里的山林处出现，就这么跟虎爸对视着。虎爸第一时间朝远处发出警报的吼叫，那头雄虎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从额头一直裂到鼻子。虎爸似乎就是之前跟他打了一架，虽然没赢，但也没输。对面那头领地虎看了看我们一家，神色冷漠地转身进了山林，大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势。巡视完领地边缘，回去的路上气氛有些沉闷，或许是隔壁领地虎带来的压力，虎爸也开始琢磨起来。原来那片领地上的是一头上了年纪的老虎，轻易不会和年轻的虎爸冲突，但现在换了主人，虎妈这边的压力就更大了。虎爸也没什么好办法，毕竟人家没直接上门挑事，就没理由打过去。然而就在我们快回到洞穴，我清晰地听到远处传来踩踏草丛的声音，看了一眼虎爸虎妈，他们好像都没听见。我瞬间动了心思，最近感觉自己又强大了许多，正好去验证一下，顺便带上虎弟，反正快到家了，没什么危险。循着那微弱的声音，我带虎弟摸了过去，走到足够近时，我双腿用力一蹬，朝发出声音的草丛扑去，只觉得身下抓住了一只毛茸茸的猎物，体型还挺大。低头一看，惊呆了，竟是一只骨瘦如柴的小老虎，还是前几天跟着他母亲闯进领地的那只。不知道他怎么又跑回来了。虎弟可没想那么多，在他看来，这只小老虎就是入侵者，他要学虎妈那样，一口咬断他的脖子。我眼疾手快拦住了虎弟，心中忽然浮现出一个特殊的想法，我带着虎弟往后撤，直到消失在小老虎的视野里。在小老虎身后几百米，一个岩石构筑的山洞里，还有一只同样瘦弱的小白虎，旁边躺着他们已经死去的母亲。仅仅不到2周，原本的百兽之王一家就沦落到了这种地步。看了一眼四周的丛林，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资助这2只入侵者的幼崽。毕竟我虽是虎身，灵魂归根结底还是人类。至于他们最后能不能活，或者被虎妈发现后会不会被杀，就交给命运吧。虎弟被我的举动吓坏了，他不知道该做什么，要不要去告诉父母。不过回到洞穴后，虎弟没有告状，而是寻了个角落独自生闷气。他实在想不明白哥哥为什么要去帮入侵者。天亮后，虎爸准备回去了，他也有自己的领地要守。接下来的日子，我便每天不断的练习。渐渐的，我甚至可以单独成功猎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配合着体内的神秘能量，再加上时常嗑几片野山参，现在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得强大起来。在狩猎和生存这一块，我觉得自己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我有人类的智慧和思考方式，也有东北虎的超强体魄。若将2者结合，那么一只拥有人类智慧、强壮凶猛的东北虎，应该能站在这片山林的顶端了吧？这期间，虎妈给我的食物，包括我自己抓的，只要有机会，我就瞒着虎妈丢给那2只小幼崽。但让我头疼的是，狩猎技巧都是父传子或母传子，眼前这2只幼崽早晚都得学。这个任务看来也得落我头上。进食、锻炼、狩猎、投喂2只孤儿，这些事情占据了我的日常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实战积累，我身上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型看起来已经跟虎妈差不了多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发现自己的待遇越来越差。不仅每次虎妈带回来的食物分给我的越来越少，就连狩猎时也偶尔会遭到虎妈的训斥，有时还会吼上2声，警告意味很浓。我心里明白，虎妈这是已经把我当大孩子看了。毕竟老虎长大后，领地意识会逐渐增强，再加上我这段时间猛增的食量，让虎妈感到了威胁。虽然我的年纪还不到离开母亲独立生活的时候，但我已经有了和母亲争夺领地和资源的倾向。这也是虎妈对我态度越来越差的原因。或许过了这个冬天，就会遭到虎妈无情的驱逐。这也是东北虎为了维持生存，延续了千万年的自然规则。哪怕我去虎爸的领地狩猎，也得得到他的认可才行，不然就是入侵者。就算是亲儿子，虎爸也绝不会手下留情。算算日子，快到了虎爸来探望我们的时候，我打算这次就跟虎爸聊聊这个问题。毕竟虎妈这片领地的小型猎物已经很少了。于是之后，每当我独自出去狩猎时，都很识趣地跑到距离洞穴30公里之外的地方。没想到危险也随之而来。当我拖着一只驼鹿尸体往回走时，沿途散落的血腥味被风吹散四处，一只巨大的黑熊闻着味就追了上来。好巧不巧，还是虎爸教训过的那只。这玩意可不是我现在能招惹的。但看着自己辛苦几个小时才抓到的猎物，就这样放弃，实在舍不得。眼看着黑熊的身影越来越近，我急了，松开咬住的猎物，朝着黑熊追来的方向就吼了一嗓子。或许是畏惧我的虎啸，再加上我接近成年虎的体型，竟真的让黑熊停在原地不动了。不过我却犯了个大错，在震慑住黑熊后，我又摇起猎物继续走，这行为反而引起了黑熊的好奇。毕竟哪有老虎畏惧黑熊，还放弃自己领地上食物的？看着这一点，黑熊便判断出眼前这头东北虎有些畏惧，很可能是刚成年的。面对如此庞大的肉食，黑熊最终还是追了上来。我回头一看，愣住了。刚才还犹豫的黑熊竟然站了起来，朝我发出嚎叫，挑衅，这是赤裸裸的挑衅。我松开猎物，毫不犹豫地发出吼叫回应，这关乎一位未来王者的尊严。可这样一来，也让黑熊更加确定，我就是一头刚成年、没经验的老虎。在他看来，这是天赐良机。我也丝毫不惧，全身的肌肉瞬间爆发出强大力量，朝黑熊撕咬过去。虽然一口咬住了黑熊的腹侧，却也挨了他一巴掌。不过我并未受伤，但疼痛更加刺激了黑熊的神经，让他战斗的本能彻底释放。我不断躲闪，同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尽可能对黑熊造成伤害。可这黑不溜秋的家伙防御值实在太高。接下来我不顾伤势，采取以伤换伤的方式攻击，体内的神秘能量也开始活跃起来。我越战越勇，打得黑熊有些发怵，居然趁分开的机会拔腿就跑。第一次靠着自己的实力取得了胜利，对方还是一头成年黑熊，这战绩足以傲视同年龄段的任何一只东北虎。花了2个多小时，我才把猎物拖到平缓的地方。随着食物的补充，我感觉体内的能量也厚实了许多。我叼着剩下的食物朝2只孤儿虎所在的方向而去。自从虎妈对我表现出越发明显的疏远后，对2只孤儿虎的投喂我就开始格外上心。投喂了1-2个月，这2只孤儿虎对我和小虎弟已经没了敌视之心。毕竟东北虎也是有灵性的，如果能将它们收服培养成忠心的下属，那么将来很有可能在我手中会诞生东北虎历史上最强的王者。一个
团队面对4头成年虎，任你再强大，遇见了都得饮恨，拖着食物来到2只孤儿栖身的岩洞前。这一次，我放下食物，没有立即离开，打算试探一下他们。如果对我还有敌视，那我可能不会再留下他们。我故意带着一身外伤过来，就是为了现在，哪怕他们趁机攻击我，也能轻松收拾。当2只小虎看见洞口的食物以及不远处受伤的我，他们直接越过食物，径直来到我身前，发出焦急的吼声。其中一只还用舌头不断舔着我身上的伤口，感受着2个小家伙的动作。我知道自己喂的不是白眼虎，然后我装作用尽全身力气把他们推向食物。单纯的2只蠢猛虎，哪里见识过什么叫人间险恶？见我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惦记着他们，当即低下头就往我身上蹭，简直轻极了。获得了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再保证食物将他们养大，将来我组建东北虎最强战队的想法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我一次次把他们推向食物，2个小家伙才去撕咬猎物吃起来。为了好区分，我给他们取名叫虎大和虎二。如今我拼死一战，也只能伤到黑熊，还不能像成年虎一样杀死它。这也意味着，除了那些大型猛兽不能招惹，遇到花豹之类的中型猎手也能正面硬刚了。就在这时，虎弟叼着一块肉跑了过来，虎大虎二看向虎弟的眼神虽然不算敌视，但也说不上多亲近。我顿时决定让几个小家伙一起训练一下，培养团队感情，免得以后内讧招呼3个小家伙。来到山林中一个隐蔽的峡谷，开始了对他们第一次正式训练，一直到天黑，他们累趴下才停下来。虽然这段时间我不再吃虎妈供应的食物，但隔3差5还是会回洞穴周围一趟，观察虎妈的动向，以免她发现虎大虎二的藏身地。同时我也会在虎妈外出狩猎时跟着偷学经验。气候渐渐转冷，能抓到的动物也越来越少，甚至有一次我和虎妈共同盯上了同一只猎物，最后还是我退让了，毕竟虎妈才是这片领地的女王。思来想去，我决定冒险进入虎爸的领地狩猎。临走前，我嘱咐虎弟一定要保护好虎大虎二，不然以东北虎的性格，虎妈知道他们的存在，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一路上断断续续跑了半个月，终于到了虎爸的领地。如我猜想的一样，虎爸领地资源丰富，野猪、梅花鹿之类的食草动物还时常可见。花了2个多小时，终于蹲守到了一群野猪，没有任何技巧，有的只是力量上的爆发。如今我的爆发力完全可以碾压任何一头野猪，2头野猪我吃了1头，特意留下1头，这是作为闯入者送给虎爸的礼物。天色渐黑，我进入了虎爸洞穴所在的山林，还没靠近，我就感觉到了4周草丛的异常，太安静了。我朝着前方的山谷发出一声响亮的呼啸。不久后，隐藏在草丛中的虎爸慢慢显露出身影。我想，如果我贸然闯入，恐怕免不了被一顿毒打。毕竟我现在也是一只虎，对虎爸来说已经有了一定威胁。或许是闻见了熟悉的气味，让虎爸有些迷糊。1、2个月未见的小幼虎，如今长到了接近成年虎的体型，哪个爹也要迷糊一下。我清晰看到了虎爸眼神中的警惕，不由得一阵叹息，随后慢慢低着头朝后方退去，让出带来的野猪，同时表明自己没有其他任何意思。虎爸走上前，嗅了嗅我带来的猎物，有些犹豫，眼神在猎物和我之间来回扫视着我，静静等待，并不着急。毕竟儿子弑父并占据领地的事，在东北虎中并不少见。僵持了快1个小时后，虎爸终于做出了决定，往前走了几步，蹭了蹭我的毛发，随后口中发出一声低吼，接着便带着我叼来的野猪转身离开。虽然虎爸对我的态度没有了往日的亲密，但是他也允许我在他的领地上暂时狩猎。虎爸的反应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原本以为会遭到无情驱逐或被教训一顿，但虎爸却又留了一丝余地。或许这一次的妥协，也夹杂着虎爸对我最后的父爱。可我明白，强大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事，即便是遭到父母疏远，也绝不后悔。步履蹒跚地走在虎爸的领地上，这一刻我感觉到了孤独。或许每一只东北虎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没有了父母的帮衬，我的天地会更加广阔。得到了虎爸的允许，这样在冬季到来之时，可以保证不被饿死。目的达到，我便打算回去。往前方走了一段距离，前方空地上突然出现了一只花豹的尸体，一股强烈的不安驱使我立即掉头朝另一个方向狂奔而去。我虽不迷信，但还是遵从了本能，很快穿越了这片重叠区，进入虎妈的领地范围。就在我松一口气的时候，背后一股凉意瞬间直冲大脑。一头雄虎此刻正用冷漠的眼神注视着我，身体在本能的颤抖，被我硬生生止住。那只瞎眼虎刚才一直在后面追踪我的足迹，我心里一阵后怕。如果刚才速度再慢一点，或许我现在就是一具尸体。面对瞎眼虎死神一般的冷漠，我没有退缩，站立在对面，用同样的眼神回应了他，默默记下了这一次的危险。等到成年之时，我绝对报今日之仇。可刚刚平复下的内心突然又升起一股不安。接着山林间传来一声愤怒的虎啸，方向正是之前藏匿虎大虎二的位置。糟了，我心中一惊，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往岩洞方向狂奔而去。此刻岩洞前方，土地颤抖着挡在虎妈面前的是浑身毛发都竖起来的虎弟。任凭虎妈如何怒吼，虎弟依旧站在前方不让开。这小家伙记着我临走前的嘱咐，第一次朝虎妈发出了吼声。虎妈听着这并不算响亮的虎啸，愣住了。她不敢相信自己养育的幼崽会如此，在她看来这简直就是耻辱。于是面对再三阻拦自己的儿子，虎妈怒了，抬起强壮的虎爪，就将虎弟拍出10米远。虎妈一步步朝着虎大虎二逼近。危急关头，我及时赶到，站到了虎妈的对立面。我第一时间发出虎啸警告。不到万不得已，我并不想跟自己的母亲动手，可虎妈全然不管我的警告，张嘴就咬在了我的肩膀上。面对虎妈的进攻，我并未抵抗，或许是被血腥味刺激到，虎妈原本怒不可遏的神色渐渐松了下来。毕竟虎毒不食子，她还顾念着最后的亲戚，只是她不能理解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帮助入侵者的后代。虎妈神色不断变换，最终似乎做出了决定，发出一声嘹亮的虎啸，作为最后的告别，随后头也不回地走掉。虎弟意识到了什么，奔跑着追上去，却被虎妈再次踢飞。看着这一幕，我心中有些失落，自己兄弟俩被母亲毫不留情的驱逐。虽然幻想过有一天会遭到驱逐，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可为了
以后的计划，我不得不把虎大虎二保下来。只要顺利熬过这个冬天，我就是这片山林未来的绝对王者。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待，必须尽快寻到一处安全的落脚点，既要临近父母的领地，又要避开那头瞎眼虎。花了2个小时，我带着3个小家伙找到了暂时的住处。这里靠近水源，而且有一个天然的石头洞穴。或许是还没适应过来，虎弟直到现在眼神中仍是一片迷茫，但我并没有上前安慰。每一只东北虎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可我却想让虎弟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虎生。现在有3只虎崽要养，一天要保证抓到1头足够体重的猎物才行。另外3只小虎的捕猎技巧传授也落在了我身上。休息片刻，便带着3只小虎出发。然而刚走到虎妈领地的边缘，山林中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响动。我催促着3个小家伙藏在草丛里。不多时，一群迁徙而来的灰狼出现，大大小小有20几只。虽然它们的体型不算大，但是数量多，不知道这群灰狼要去往何处。为了3个小家伙的安全，还是选择了等待。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3只灰狼正无意识地朝着我们藏身的方向走来。或许是狼群打算在这里休息。作为猎食者，自然要把容易埋伏的地方清查一遍。我示意3个小家伙尽量不要发出声音，看了一眼四周的环境，心中也有了应急之策。如果被狼群发现，就让几个小家伙找棵高大的树爬上去，没了后顾之忧。即便是面对10几头成年灰狼，我也丝毫不惧。几头灰狼朝前走了几步，忽然停了下来，似乎是闻见了令他们恐惧的气味，四肢开始不受控制的颤动。见状，我便知道藏不下去了。还没等灰狼发出嚎叫，示警，我就率先发起了攻击。既然被发现，作为东北虎就要主动出击。灰狼顿时发出一连串的嚎叫，然后迅速团结在一起防御，仗着数量优势频繁发出警告声，企图将我吓退。我口中发出一声响亮浑厚的虎啸，除了头狼还比较镇定，其他的灰狼都有些慌了。头狼呲咧着牙齿，也没有退让的打算。可惜这头狼到死也想不到，我是一头拥有人类灵魂的东北虎，根本不会按套路出牌。我直接冲入狼群，朝着头狼发动攻击，一爪子将头狼拍飞。我便止住了脚步，毕竟也不想被一群灰狼围攻。见状，灰狼群再也不敢待下去，夹着尾巴往四周逃走了。蹲在树上等候的3个小家伙也从树干上滑了下来。在他们看来，我比一头成年虎还勇猛，眼睛里满满的崇拜之色。我低吼一声，目光注视着灰狼群远离的方向。不知为何，心中又升腾起一股危机感。自从迁徙到这块地域之后，我就发现四周的猎食者和猎物都有些出奇的多。我打算主动出击，学着父母的举动，在这片小区域里巡视一番，然后驱逐那些跟我抢夺食物资源的中小型猎食者。回到洞穴趴了一会，补足了精神，看着这片还不属于自己的领地，心中升腾起一股雄心壮志。从现在开始就要为自己今后的王者之路做铺垫。出声招呼3个小家伙跟上，便正式踏上了巡视的路程。虽然我的威慑不如成年虎，但今天我就是要将那些猎犬驱逐，显示我自己的虎威。这么做很可能会惹恼父母，但我已经不怎么在乎，反正过了这个冬天，这片领地也不会有我的容身之处。今天再次巡视领地，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或许是我的虎啸声太过于响亮，最后还惊动了远处正在虎爸领地上度蜜月的父母。虎爸似乎明白了我此刻在干什么，也发出一声虎啸，宣泄自己的不满。我并未将虎爸的警告放在心上，毕竟我也是他儿子，只要不做一些触及底线的事，他是不会拿我怎么样。再者，虎爸现在是个度蜜月的男人，才没时间管这些，对他来说繁殖才最重要。甚至在虎爸发出警告的时候，我都有了一种吼回去的冲动。这一刻，我有些理解东北虎为什么会驱逐快成年的幼崽了。妥妥的逆子啊！尽管我的体型已经接近成年虎，但总有一些动物不畏惧。不远处的小山坡上，2头花豹蹲坐在一起，远远注视着我巡视。仔细端详片刻，我很快认出眼前的这2头花豹是仇敌。之前虎爸带领我和虎弟巡视时，曾杀了1头花豹，正是眼前这对的兄弟。或许是经历了山林的洗礼，2兄弟的气息变得内敛了许多，也可能是碍于虎爸的威慑，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冲下来对我出手。可我还是低估了他们对我一家的仇恨。天色渐黑，我带着3个小虎弟返回洞穴时，丛林中那2只花豹慢慢走出，拦在了我面前。不知道这2个幸存者是哪里来的勇气，竟敢挑衅我的虎威，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个杀鸡儆猴。显然2只花豹也认出了我，毕竟虎爸杀了他们兄弟，他们找我这个幼崽复仇也理所应当。我将虎弟们护在身后，朝着远处的2只花豹发出一声怒吼，就像一个王者等待着敌人的挑战。虽然我的体型比一般虎崽大很多，但花豹兄弟仍旧没把我放在眼里，一左一右呈包围之势站立着，战斗一触即发。四周的山林中有不少猎食者在注视着，这一战我必须以雷霆之势将花豹兄弟打败，来证实自己王者之路的第一步。面对花豹兄弟的包围，我首先发起攻击，而经过几个月的生存，花豹兄弟配合得更加默契。当我攻向其中1头时，另1头就猛地冲上来。当我不得不转身防御时，另一只又以同样的方式攻击另一边。可我丝毫不惧，身上脂肪的厚实程度，即便被咬上一口，也不能给我开膛破肚。但只要抓住机会，朝其中任意一只咬上一口，对他们而言就是致命。于是我全力对付面前这头花豹。然而我现在的速度根本快不过花豹，每当我差一点就能咬住对方脖颈时，总能被躲过去。不过很快我就找到了应对方法，假意朝前方的花豹猛追不放，实则虚晃一枪，在身后的花豹追上来，攻击的瞬间猛地转身咬了上去。花豹的脊椎很硬也很脆，但媲美成年雌虎的恐怖咬合力，瞬间就将其咬断。另一头花豹被兄弟的惨状吓坏了，反应过来慌不择路地逃了。在他的认知里，同龄小老虎不应该如此凶猛。为了后面3个小家伙的安全，我并没有继续追上去。相信今天这场战斗可以让那些旁观的猎食者认清我的实力。如今除了真正的成年虎，没有任何猎食者敢跟我正面厮杀了。解决了这里的小问题，我带着3个虎弟继续上路巡视。就在这时，在空气中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
朝远处的山坡望去，虎爸的身影再次出现。这一次他没有再对我发出任何声音，只是深邃而威严的眼眸远远地看着我，仿佛在传递着什么。或许这是一种认可吧。然而就在山林边缘，正要进入虎妈领地时，不远处的山林中又响起了另一头雄虎的吼叫声，是一头完全陌生的雄虎的声音。过了几分钟，山林的另一个方向又传来一声雄虎的虎啸，第二头陌生的成年雄虎，我心中也多了几分紧张和不安。也正在此时，一道熟悉的更为浑厚的虎啸声同样在远处响起，似乎在回应一般。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了虎爸这只正直壮年的雄虎坐镇，其他的外来雄虎是不敢贸然前来侵犯领地的，除非在战斗中虎爸没打过对方，但这不可能。在体型和力量这一块，虎爸稳稳站在了如今这一批成年雄虎的顶端。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决定先继续沿着领地边缘前进，一是尊重虎妈的地主权利，另一方面我也想看看那头刚来的成年雄虎，这应该也是一只刚成年的流浪者，正在到处寻找可以入主的领地，或是来到有地主的领地边缘，发出虎啸挑衅一下。如果对方不回应，或者显示出年老力衰，那么他就会直接趁虚而入。若是能亲眼看看那头陌生雄虎，判断一下实力，也能为以后做打算。越往前走，不安的感觉就越浓厚。很多时候老虎的第六感异常精准，于是我让小虎弟带着虎大和虎二从另一个方向走，我则朝着虎啸传来的方向而去。果然刚走了不到2公里，透过树木间的空隙就看见了那头矫健的成年虎，我心中顿时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战斗欲望。或许是察觉到了什么，这头虎警惕地朝我这个方向看了过来，甚至走过时经过了我藏身的地方。对方虽然刚成年不久，但无论体重还是力量以及咬合力都要比现在的我强几分。此刻一腔热血冲上去干架，明显是不明智的选择。按捺住心中的战斗欲望，注视着他从眼前走过，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这片森林中我将无敌。此时我完全没有察觉到，不知不觉间，我的战斗欲望越来越强烈，反而不像一个人了。虎妈最近着急和虎爸再生一胎，因此她的领地最近都是我在捕猎，供养我和3个虎弟足够了。这天，正当我带着3个小家伙传授捕猎技巧时，不寻常的情况出现了。位于3只东北虎领地交叉的区域，一道道虎啸声如同海浪一般朝着山林席卷而来。那虎啸声中夹着愤怒，靠着敏锐的听觉，我还听到了其他细微的声音，立马确定这是2头雄虎打起来了。我当即精神抖擞，急速跑了过去。我太兴奋了，争夺领地这样的场面我还没见过，今天正好凑个热闹开开眼界。跑了10几公里，站在高处，可以清晰地看见打斗的场景。邻近的动物被这恐怖的虎啸声吓得四散飞逃，一头正是之前看到的那头刚成年的东北虎，而另一头也并不是虎爸，恰恰是和虎爸和平相处、统领着相邻区域的那头成年虎。或许是那头流浪者见识过虎爸，相对比之下，他选择了挑战看起来实力不如虎爸的这只地头虎。2头雄虎像人一样后腿成地站立着，互相用爪子挠对方的上半身。不一会，双方身上都布满了血迹。后来仅凭爪子已经不足以显示王者风范，2头雄虎又开始撕咬起来，武打的就是一个狠字。在东北虎中，一般都是最惨烈和凶猛的，双方几乎很少有认输或者投降的举动。夜幕渐渐落下，2头雄虎经历了最开始的互相伤害，现在的他们就是在煎熬着，谁最先耐不住露出破绽，迎接他的就只有致命一击。同时他们也知道，四周的山林中站满了旁观者，在见证对方惨败的情况下，也更能彰显自己的权威。虽然双方都受了伤，但没有任何猎手轻视他们，反而露出了敬畏的目光。熬了半个小时左右，林地虎最先承受不住体力的消耗，再加上前腿的伤势，让他身躯轻微摇晃了一下。尽管他第一时间纠正了，但还是被对手抓住。这个细微的机会，随着一道虎影扑去，刚成为领地虎没多久的那只被流浪者压在了身下，没有任何悬念。即便是同为东北虎，也承受不住其他成年虎的咬合力。胜利者诞生了，刚稳定下来的领地再次落到了这头年轻的雄虎身上。眼前这头失败的东北虎，生动地诠释了失败者的下场。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在苟着，积累实力，等到足够雄壮的时候，便会走上自己的王者之路，一路挑战不同的领地虎，然后成为王中之王。我要比虎爸更强大，统治更广袤的山林，学着人类一样成为东北虎的王者，一个个打服他们，再给他们分封领地，听从自己的命令。随着3个小家伙身体的成长，他们的胃口也在明显增加，我捕食的压力也在逐渐变大，必须尽快拥有自己的一处领地，才能供足我们4只虎的需求。离开虎妈的领地之后，我格外谨慎，因为这片区域除了虎爸，还有2头陌生雄虎，一旦和对方遇上，必定是凶多吉少。然而偏偏怕什么来什么，刚寻到一处暂时的落脚地，后面的山林中就传来了一头成年雄虎的脚步声。不知道这头成年雄虎是不是之前被虎爸弄瞎眼睛的那头？我总觉得那头瞎眼虎抱着别样的心思，立即跳到高处，向着声源方向望去，果然是那头瞎眼虎，但他的行为有些异常，嘴里竟叼着一只未腐烂的雄虎头颅，而他前进的方向正是虎爸和那头新领地虎领地的边缘位置。我心中不淡定了，甚至有些担忧，害怕自己之前推测的事情正在一点点变为现实。一旦这个雄虎头颅出现在虎爸的领地上，那后果不堪设想。这一刻，我竟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会不会这头瞎眼虎是故意的，就是为了引起虎爸和那头年轻雄虎发生冲突？即便隔壁那只年轻雄虎打不过虎爸，但也能凭借年轻的身体给虎爸造成一些伤势，然后这只瞎眼虎再趁机偷袭。这一推断让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前世没少看动物世界，我不相信一头东北虎还能玩出去虎吞虎的计谋。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我偷偷远远地跟上瞎眼虎，眼睁睁看着他进入了虎爸的领地。然后过了大概10几分钟，他走了出来，那个雄虎的头颅已经不见了，现在很有可能就在虎爸领地上的某个山林里。可以想到，一旦这被巡视的虎爸发现，那么2个邻近的领地虎之间必定会爆发冲突。可我又不能直接告诉虎爸这是瞎眼虎干的，绝不能看着对方算计虎爸。然而，就在我即将进入虎爸领地范围的时候，
一声愤怒的虎啸声传来，坏了，这声音分明就是虎爸！我发挥出最快的速度，一定要阻止虎爸去隔壁领地。可当我赶到现场时，就知道坏了。此刻虎爸正目露凶光地注视着那颗雄虎头颅，在虎爸看来，对面领地那位新上任的年轻崽子一点礼貌也没有，还踏入自己的领地，送来了这个示威品，真是无情！虎王的威严不容侵犯，从那几道愤怒的虎啸声就能看出。虎爸内心有多愤怒。这个时候，如果我贸然上前，很有可能会成为虎爸的第一个发泄对象。毕竟我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了。现在应该尽量避免虎爸和那头年轻的雄虎正面相见。不过比起这件事，更让我惊讶的是，那头瞎眼虎的心计和老谋深算，这已经不属于东北虎能够做到的范畴。对方会不会和我一样，拥有着人类的灵魂？此刻的虎爸就像一个火药桶，导火索就是瞎眼虎，而火焰就是临近领地的那头年轻雄虎。虎爸目光不善地朝着不远处的领地边缘走去，他已经被愤怒占据了一切。此刻的那头年轻雄虎正在自己的山林中到处巡视着。每到一处就用尿液喷洒在树木上，以此来标记和显示自己的气味，震慑入侵者。但是就在下一刻，一道恐怖虎啸声在他的领地内传出，这位新任领主瞬间将心中兴奋丢到一边，一头雄虎打上门来，而且还赤裸裸地发出虎啸邀约自己。这让刚战胜了一头雄虎的他如何能忍得下去？看着不断逼近对方领地的虎爸，我心中焦急万分，不能再等了。当虎爸踏入那头年轻雄虎领地的时候，我也顾不得其他了，在一旁的山林中发出模仿虎妈口吻的虎啸声。似乎是远处的虎爸听到，也发出一道声音回应着。看见停在原地的虎爸，我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关键时刻还得是母老虎的一声好使。而正在疑惑的虎爸看到是我的时候，原本松懈下来的情绪又暴躁了起来。可没想到，当我急匆匆地跑到虎爸身边，正准备开口说刚才发生的事情时，却被虎爸突然涌来的一巴掌给扇懵了。随之，一道毫无掩饰的警告虎啸冲我而来。虎爸愤怒极了，估计是怪我假扮虎妈叫声的原因吧。我上前，嘴里同样发出虎啸，向虎爸示意前方危险。但当我刚表达完前一句的时候，对面山林的深处，那头年轻虎出现了，气氛瞬间紧张到凝固。虽然我跟虎爸有些隔阂，但这属于家事。在年轻雄虎靠近的时候，虎爸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我护在了身后。两头雄虎就这样互相对视着，蓝色的虎目中危险的光芒越来越炙热。我目光向四周山林扫视着，直觉告诉我，那只阴谋制造者的瞎眼虎就在某个角落看着。几秒钟后，两道身影不约而同的加速朝对方跑去。虎爸不愧是久经沙场的玩家，在年轻雄虎朝着身体咬来的瞬间，偌大的虎掌在距离合适的时候拍了出去。年轻雄虎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同时眼神中闪过一丝恐惧和不安，晃了晃有些晕乎乎的脑袋，调整姿态，又再次斗志昂扬的朝虎爸窜了上去。结果如同第一次那样，又被虎爸以经验优势再次拍了一巴掌。虎爸对年轻雄虎的亲昵，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耻辱。两次进攻都被对方毫不在意的一巴掌拍了，而且脸上还火辣辣的疼，这让年轻雄虎不能忍了，嘴里不断发出危险和愤怒的咆哮，身躯在前方不远处来回走动着，似乎在寻找最佳的攻击方位和时机。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瞎眼虎的身影，2公里外的一处岩石上，他正静静地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看着虎爸和年轻雄虎对峙。我想要阻止，却又担心会把局面弄得更坏。虎爸也没有放水的意思，开始寻找机会主动出手了。他的战斗经验丰富，远不是年轻雄虎这样的半吊子能比的。虎爸动了，抓住机会，朝着年轻虎扑了过去。腾空而起的身影如同一片阴霾似的，瞬间就笼罩在了年轻虎的头顶，直到被虎爸压在身下，死死咬住了身躯。年轻虎这才意识到虎爸真正的恐怖，眼神中的恐惧几乎在这一刻快要化成实质了。悔不当初，今日如果能逃得一条性命，恐怕余生他都不会再踏入虎爸的领地。僵持了一会，虎爸的牙齿离开了年轻虎的身躯，然后朝对方耳朵前方发出了一道震耳欲聋的虎啸，这是最强烈的震慑。虎爸同样没有对失败者下死手，似乎是雄性之间搏杀公认的默契。瞎眼虎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而我也不知道。就在我和虎爸前脚刚离开这里后，瞎眼虎又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他伸出舌头舔了一口地上残留的虎血，巡视了一圈，发现散落在地上的血液都是那头年轻虎的。平静的虎眼中竟然起了一丝波澜，那是一抹嫌弃的神色。他闻了一下虎爸掉落在林地上的毛发，仅剩的一只眼睛中，目光越发的冰冷。转眼3个月过去，这期间那头年轻虎偶尔会来到领地边缘，用尿液匆忙标记一下领地，然后就跑。可这天带着虎弟捕猎时，我感到了山林间的异常，为此我还特意嗅了嗅之前年轻虎的尿液标记不对劲。之前即便是畏惧虎爸虎妈的威严，这头年轻雄虎依旧会偷摸着来自己的领地边缘喷上一喷。现在的气味明显淡了很多，这不符合常理。如果一头雄虎不再用自己的尿液标记领地，那么它只有一种可能。脑海中突然浮现这种想法，将我吓了一跳，尤其是联想到之前瞎眼虎的异常举动，更让心中的不安加剧了几分。有了这一发现之后，我试探着往这片区域的更深处走去。几十公里的范围内一连闻了2-3处，原本应该有的领地标记地点都消失了，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未知的变故。于是我决定去年轻虎所在的领地中心地带探查一番，却没成想看到的景象更是颠覆了我的认知。随着逐渐靠近年轻虎洞穴的范围，路上出现了很多动物的尸体。原本东北虎的领地出现动物尸体并不奇怪，可这些尸体的数量却是多到让我一只老虎都忍不住大喊着，这简直就是针对所有动物无差别的一场大屠杀。快速爬上了高处的岩石，放眼望去，周边1-2公里范围内动物尸体竟多达上百只，
仔细查看每一具动物尸骸的情况，发现这些动物大多都是被咬住喉咙，一击致命，包括野猪之类的中大型动物。它们脖颈处的颈椎骨也是碎裂的。比较诡异的是，这些动物的尸体就像被抽空一般，只留下了皮毛和骨骼。从当下的天气和动物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这些动物都是在近2周内被杀死的。但让我感到最可怕的是，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不仅在领地边缘的我没发现不对劲，就连经验丰富的父母也没有察觉到其中的不寻常。查探的路上，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四周的山林就如同一个庞然大物一般，正在注视着这片区域。四周的气氛太过于宁静，就连山林中的飞鸟也没有选择在此落脚。冒着强大的心理压力，我渐渐靠近了虎穴的位置。一进入虎穴周围200-300米的地方，又嗅到了空气中不同寻常的味道，有熟悉的年轻虎身上的气味，还有一股陌生的同类气息，以及一道浓烈到极致的血腥气息。我朝前方的黑暗处走了进去，一点微弱的光亮传来，我看清楚了此刻虎穴中的情形。那是一朵妖艳又散发出无比血腥气味的花朵，在花朵的最顶端，一个红色的细微果实正散发着无比诱人的香气。而令我真正感到恐惧的是，这朵植物扎根的地方，无数条根茎插入在年轻虎的血肉骨骼之中，根茎不断蠕动着，从中抽取营养，往上面攻击。眼前所见的这一切太诡异，甚至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恍惚间，我又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前肢不由自主往前踏了一步，紧接着眼前的一切景象都变了，高楼大厦，灯红酒绿，一些我重生成虎都快要遗忘的场景再次出现。我怕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身躯，原本厚实的虎爪子变成了人类的5根手指。前方的位置忽然传来一阵亲切和熟悉的感觉，我想要上前打招呼，问问是不是认识，但一股不安在心中突兀的一闪，让我停住了即将迈出的脚步。然后我感到了一股钻心的疼痛。当再次睁开眼睛时，眼前的场景并没有什么变化，身躯依旧是东北虎，就连爪子也没有任何变化，而那株妖艳的植物正努力地往我的身躯中扎根。此时已经破开了虎爪位置的皮毛，接触到了内部的血液。再抬头看虎穴前方的角落里，原本还能发出微弱痛苦呻吟的年轻虎，此刻已经变成了尸体，惨状和洞穴外面的那些动物一模一样。反应过来，我下意识地用虎爪去扯这株植物的根茎，没想到一用力之下，竟没能扯断。随后我又一口死死咬住它的根茎，口中利齿开始发力，强忍着恶心，用力地挤压着上下颚，咀嚼着口中被咬住的植物。突然，身体中升腾一股温热的感觉，来不及多想，我只想快些逃离这个诡异而恐怖的地方。由于虎爪位置被一根须扎了进去，导致现在想甩也甩不开，最终我干脆用力一甩，拖着整株植物就这么跑出了虎穴。强忍住心中的不适，直到跑进虎妈领地范围后才停了下来。回想着刚才吞噬一点这种妖艳植物的感觉，我再次一口咬了上去，随后一股浓郁的香味瞬间充斥了整个口腔，诡异植物的质感突然变得硬如石头。而就在这时，我体内那股神秘力量猛然涌现，一瞬间僵硬的植物支离破碎，随着植物身体中流露出来的甘泉滑入肚腹之中，体内的神秘能量瞬间变得躁动起来，以比平时还要活跃10倍的状态，不断在全身上下游走。我能清晰感觉到身体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玩意体内的液体竟能够让体内的神秘能量大量增加，这种实力暴涨的感觉让我沉迷其中。而此时，那头瞎眼虎悄悄来到了刚才的虎穴中，不过很快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让他迷恋的红色植物不见了。他在虎穴的四周搜寻着，然后慢慢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同类的味道。随后，瞎眼虎顺着气味慢慢追了过去。显然，瞎眼虎最近的消失跟这株植物脱不了关系。这个时候，我也将植物完全吞进了肚子。这强化后的身躯，不仅鼻子和耳朵辨别的区域更加遥远，就连速度和力量也增加了一大截，完全达到了可以媲美普通成年雄虎的地步。就连我自己也没有发现，在奔跑的过程中，身躯发生了很多不寻常的变化，似乎是进化，一种特殊的异样的感觉在身体中蔓延开来。慢慢的，我察觉出自己的状态越来越不对劲，不敢在山林中做过多的停留，速度极快的朝着落脚的洞穴狂奔而去。可一股类似酒醉般的眩晕感越来越强，短短几公里硬是撞裂了几十棵树。而在后方追来的瞎眼虎看到这片景象，却丝毫不感到惊讶，似乎他之前也经历过这样的变化。又往前追了7、8里距离，瞎眼的神色有些复杂。这一刻，他确定了我身份，站在山林间沉思了片刻，还是放弃了往前方继续追踪的念头。即便那株植物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同时力量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强化，但眼下他依旧没把握能打得过我。回过神来后，两个小家伙甚至觉得正在爬行的植物有几分好看，往前走了几步，拉近距离观察起来。小虎弟也只是刚开始被这玩意吓了一跳，然后也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就在这时，一双强壮有力的大爪猛地朝前方拍下，植物的根须差几厘米就要触碰到小老虎的身上。关键时刻，我的虎掌拍下救了他一命。我感觉自己的脑袋依旧有些眩晕，刚一睁开眼睛，就模糊间看见了前方的景象，然后毫不犹豫地抬起了虎掌猛拍下。但是巨大的动静也让我愣了一下，明明我只是抬起虎掌朝下轻轻用力一拍，自己的爪子就映入泥土10几公分了。我既惊讶于自己虎爪的力量，也同样惊讶于这植物流露出的那甘泉液体。看来这液体对增强实力有着巨大的好处。从看见这株植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或许在未来还会有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为了能变得更加强大，我现在必须抓住每一分机会，而这株植物或许就是我的机遇。看了一眼完全被拍平在泥土中的植物，我用爪子勾起地上的它，然后让3个小家伙离远一点。来到之前丢弃动物尸骨的地方，我找来一块野猪腿骨，将植物放了上去，没什么变化，植物还是如同干枯了一般，装死。我能感知到这玩意还有生命力存在，现在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我不言走近了一些，然后轻轻磨起了刚焕然一新的虎齿，赤裸裸的威胁。以我如今的体型，再加上大幅增长的力量，
样。如果真的像之前那样咀嚼这株植物，恐怕它真的会被虎牙给撕裂成碎片，然后吞吃下去。蹭一声轻响过后，植物瞬间柔软变直，然后在我的威胁下，全身的根须轻快地扎根在了野猪腿骨上方。我仔细观察着它的状态，它的根须很轻松，就能穿透坚硬骨骼，然后深入其中汲取它所需的养料。联想到之前的画面，我心中也警惕起来，也不知道这玩意儿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如果出现在这片山林中，对所有动物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三个小家伙不理解哥哥为啥刚才还躺在地上，身上发出怪声，嘴里还爬出奇怪的东西，然后又突然醒了过来，做出如此奇怪的动作。他们小跑着过来，围在哥哥身边，然后看着这奇怪的一幕。我扒拉开三个好奇的小家伙，然后看着植物的变化。原本头顶的红色果实，此刻已经快消失不见了，全身拇指粗细的茎干也萎缩了许多，看起来病恹恹的根须扎入野猪腿骨之后，一点点荧光从根部不断汇聚而来，然后一层层往上汇聚，最后全部汇入了头顶的果实中。我觉得这株植物就是通过汲取其他生物的生命物质，然后凝结成头顶的果实，实现自己的进化。这一幕让我有些茫然，难道这片山林又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吗？我变异后的双眼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黄色，而是泛着一丝猩红，此刻紧盯着植物看，危险而恐怖，还真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啊！我感叹一声，然后发出警告，让三个小家伙离这株植物远一些，自己则往远处的山林奔跑而去。不过十几分钟时间，我就叼着一只被我咬死的野兔回来了。看了一眼远处那株植物，竟然没跑掉，依旧扎根在已经没有营养的野猪腿骨上面，此刻正随山风轻轻摇曳着细弱的身躯，活像一个成精的小妖精。我上前将死去的野兔丢在他身旁，不等我有下一步动作，他就非常自觉地将根须移了过来。仅仅7、8分钟时间，一头7、8斤重的野兔就被他吸光了生命物质，似乎这样的生活跟之前并没有什么差别，走到哪都有的吃。植物意识涌动，然后身躯微微摇晃，有些讨好的低伏在我面前，然后伸出了一根根须横在我面前。下一刻，植物的根须处一滴针眼大小的青绿色液体涌现，挂在半空中。我明白了，这滴青绿色液体或许就是先前那头野兔全部的生命物质。不过这一次我却没有伸出舌头舔食，看了一眼身后的三个小家伙，出声叫来了小虎弟。按照哥哥的命令，小虎弟伸出舌头，植物根须上的青绿色液体滴落而下，浓郁的清香味道瞬间充斥小虎弟的口腔，然后瞬间没入他的身躯，融入血液，开始流入身体其他地方。不过向前走了几步，小虎弟的身躯就有些摇摇晃晃，还没走到我身边，就砰的一声摔倒在了地上。我紧张地上前探望，呼吸还算平稳，只是暂时失去了意识。我放下心来，守候在一边，而植物在分泌出这滴青绿色液体之后，身躯也蔫了几分，似乎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这一次我看明白了，一滴肯定不是他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虚弱，也有装给自己看的意思。我不由得感叹，这玩意儿简直不像一株植物，更像一株成了精的植物，甚至还能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也懂得装弱和伪装，把墙头草演绎得淋漓尽致。如果这一幕被瞎眼虎看到，或许会更加愤怒。凭什么他提供了那么多养料，才得到这玩意的几滴生命物质，而且还要像求大爷一期待他的施舍？我知道这株植物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会对这片山林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我却明白，这或许是新的世界开启的标志，我必须提前做好准备。突然出现的变化打乱了我原本的计划，在一旁紧盯着小虎弟，确认没有其他危及生命的变故之后，我放松了下来。在等待了2个小时后，小虎弟才晕乎乎地睁开了眼睛，有些不适应这个过程。我没来得及仔细观察一番，就准备继续狩猎去了，叮嘱3个小家伙，让他们离这株植物远一些。后我又继续往山林去了，虽然身体经历了一些变化，而且过程很痛苦，但是收获也是挺大的。至少现在我就能感觉到自己身体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冬天已经来临，我不仅要为3个小家伙提供食物，还要想办法为这株植物也提供一些养料，让它多生产一些那种甘甜液体，至少也要足够3个小家伙进化的量才行。在等待小虎苏醒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那种青绿色的甘甜液体对生物的身躯强化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如果大量或者长期服用，甚至能够打破基因限制，进化成另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命。我的心更加热切起来，奔驰在山林中的速度更快了，甚至已经能做到1跃，突出6、7米的距离。在山林中尝试过后，我看着一巴掌踏出的篮球般大小的坑洞，也是对自己现在的实力有些难以估量。而且这一次的收获可不仅仅限于力量和速度的增加，还有我视力、听力等等的感知能力也有了大幅度提升，身体素质的全方位提升让我有些喜不自禁。靠着我现在的实力，即便是遇见其他的成年东北虎，我也有抗衡甚至打败对方的实力了。我一边想着，同时也准备为那株植物提供足够的养分，产生的青绿色生命物质也让3个小家伙陆续吞噬，让他们也能够尽快成长起来。如果后期还有富裕，我还考虑将这些向虎爸虎妈倾斜。虽然眼前的收获令人惊喜，但是我又想到了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植物都出现了，后面还会不会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未知的强大生物存在？我的心中开始担忧起来，脑海中甚至开始计划和思考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我觉得光靠我们几只小老虎还不够，必须尽快让虎爸虎妈也争取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大变局来临之前有足够的实力去应对未知的危险。正思索着，我的鼻中闻到了一股夹杂着血腥而厚重的味道，一头正在进食的黑熊。我的脑海中立马判断出来，而且距离大约在我左前方10几公里的地方。我不再犹豫，我想看看以自己如今的实力能不能将一头黑熊给打败，甚至杀死。有了这个想法，我身躯中的力量瞬间爆发出来，速度奇快的山林间穿梭着，确保尽快到达黑熊所在的地方。
10几公里的距离不远不近的急速奔来，控制着自己的力量，花了10几分钟时间赶到。黑熊正在用爪子掏吃着一只野猪的尸体，还冒着热气欲。猛然间抬头看见到来的我，愣了一下，随后一声愤怒而危险的咆哮在山林中响起。黑熊的身躯已经有些风筒，奔跑起来身躯一抖一抖。我并不畏惧这头身躯比我还偏大一些的黑熊，在对方奔跑过来的时候，同样发出一声虎啸迎了上去。黑乎乎的熊掌猛地发力朝我面部拍来，我双眼凝视，看清楚了熊掌拍来的画面，随后预判了他的运动轨迹，头颅往下低了几分，然后左边虎爪蓄力朝黑熊肥硕的肚腹处划拉去。呲一声破布声响起，等我奔出去的身体停下来，扭头回看时，黑熊的腹部被我的爪子划开一道深深的伤口，白色的脂肪裸露在外面，掺杂着一点点血液，隔着一层腹膜。黑熊肚腹中的器官清晰可见。黑熊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同时眼神中的炙热一下子变成了畏惧。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失去抵抗，但是眼前这头老虎的爪子太锋利了，一下子就破开了他的防御。黑熊怕了，再待下去他感觉自己会死，忍着剧痛，他四掌出力，开始朝远处的洞穴逃去。我自然不会给他机会，四肢发力，速度提上来之后，轻松就追上了奔逃的黑熊，没有任何的花哨动作，我一跃而起，扑在黑熊身上，然后猛地发力压住黑熊，翻身挣扎，企图用爪子攻击我的咽喉，一爪子划了过去，就连我的虎毛也没弄掉几根，只有皮肤上几道白痕，很快也消失了。我没想到自己皮肤防御如此强大，原本还担心的，此刻才算真正放心了。我没有犹豫，找准时机，一口咬住了黑熊的咽喉。黑熊粗壮的脖颈让我没能一下子咬断，不过咬住一部分后，我上下颚发力时，依旧一口就咬掉了黑熊一半的脖颈，让他当场毙命。我舔了舔虎嘴周边的血液，看着身前抽搐的黑熊尸体有些唏嘘。凭借我现在的实力，杀死黑熊已经不在话下，甚至表现得有些轻松。这都是那株植物带来的好处。秦虎了然咬住黑熊的熊掌，开始往外拖转，回头看了眼那只被黑熊猎杀的野猪，我也没放过，正好将这些食物带回去，一部分当做3个小家伙的食物，一部分给植物当做养料，淬炼青绿色的生命物质。一场轻松的战斗显示和检验了我如今暴涨的实力。如果我愿意，我现在已经有实力去挑战一头成年的熊虎，并且觊觎他们的领地了。我接下来也打算在周边逛逛。如果先前流浪者统治的那片领地上已经没有瞎眼虎的踪影，我会考虑一下是否将这块领地给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中。